我相信真的神会祝福我们现在的这个用网络平台的传福音的事工，因为这是他的计划，而不是出于人的啊。现在因为疫情的问题哈，那就是我们可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都不可能这样真的面对面。而是不是因为距离的问题，不是因为你在美国我在加拿大，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疫情哈。我想知道您现在在网络平台上是怎么样来做这个福音事工的？我认为神真的是很有远见的，他在很多年前，我相信他不管是从这个马车传教时代到录音机到广播到电视到网络，他一直都有他的奇妙计划，他也呼召适合的人来去做这样的工作，这叫超前部署，对吧？那我也知道 BSF 这个国际性的查经班在去年，在一整年或是更久之前，他就已经呼召了整个所有的材料全部都线上化，以致纸本的功课越来越少。我相信神知道这个趋势，而且他不断的带领。最难的就是那些习惯的老同工，反而是阻挡的力量。那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个过程。在这个潮水来临之前，这个鱼塘要准备好，所以我们要顺服。但是顺服的道路一直都不容易。我开始在做网络的事工，不是一朝一夕，是一层一层的，一条一条的带领。但我相信神早就知道，而且一直在预备我，很清楚，大概至少有6年在预备我。那一开始只是说从没有稳定的灵修习惯到有稳定的灵修习惯，记录下来到变成电子化的记录，然后再加一步就是要做电子经文卡。我相信你看过电子经文卡要每天做搭配，然后再变成说你要开始微信的灵修小组，然后又感动我老公要做每日的灵修，然后搭配这个，再要为了这个网络上的每日灵修小组，然后可以去跨越国界，跨越教会的围墙，跨越时区，来帮助甚至是早就因为在疫情之前没有办法出门的，包括先生可能车祸，或者是家里的孩子生病，或者是这各种各样的人仍然可以在群组的支持之下来做最根基的扎根的工作。但其实说实在话，灵修这件事情，每天读经祷告亲近神，是最根基，但是却最难做的事工，对吧？在各个教会，我相信很多教会都遇到这样的挑战。神带领我走的是一条我觉得是大趋势要走的道路。那他带领我走的有点不太一样，是大部分的教会就是一个群组搞定，对吧？就是所有人都放在里面，几百人也好，几十人也好，就在里面。但是因为我 run 的是差不多10到20个人一组，然后真的 active 的大概5、6个，这样子在小组，以至于他们每礼拜1到礼拜5读经祷告，礼拜6日的时候互相代祷的时候是小组的，会比较 close。那也有更多的空间跟机会去把小组长训练起来，以至于他们可以为他们这个小组负责。所以这就引发了很多挑战。我说实在话，我真的也没有做过。到现在虽然我们这教会很小，但是你应该知道 Wichita 是所谓的空中运输城市，就是它是坐飞机的城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小，所以人就来去，然后待2年走，然后就流动性很大。因为这样，然后我们反而是有一个特质，就是如果我们是在一个网络的一个情况下，每天灵修，真的不在乎你搬到哪里去。所以我们虽然有4个小组3、4个小组，但是有在大陆的，在台湾的，或者是在加拿大的，还有在美国本地的，或美国不同时区，在东部西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不受时区的限制来做灵修。这个是神在一开始带领我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就已经看见的，我知道一定会这样。但是他在起步是最难的嘛，但是没有关系，咱们慢慢来，一步一步做。好，那我特别想细致的听一听您是怎么样来做这个网络小组的，就是说你是怎么带领他们，你的这一个小组是一个什么样的小组呢？就是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小组的事工？
微信网络灵修哈，是用一个叫雁群飞的概念，就是加拿大雁呢，它在往返过冬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人他是很难的，但是他如果是一群，他就可以前面碰到的气流是最强，但后面的可以减压，以至于大部分的群就可以借力使力的，用比较少的力气可以达到终点，对不对？可以达到目标。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有受伤的，有落队的，我们可以帮助他，给他力量，给他协助。所以是整个雁群飞这个网络小组，它的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而且不是只有领头的人领头，你就是会有前面飞累了，后面可以上去递补，所以我们目标就是让人可以轮流来做小组长，可以轮流来带头。这个地方表现在每周末我们互相带导的上面，然后有小组长有安排，有时候好几个小组长，一个最健康的小组是一个小组长，2个副小组长。然后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我们有灵修，有祷告，有教材，有不同的小组，有口舌的智慧，有门徒的道路，还有我们教会跟着书卷走。然后牧师也是有那个视频。5分钟一天，对，你可以看，然后你可以要录音，就是录我们今天的金句、默想经文2次，然后祷告来回应。这整个的设计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知道很多，读了经，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自己用我们的身心来回应、领受的话，讲实在话，知道很多不过是使人自高自大而已，对吧？所以重点在于这个回应。好，你可以用录音，你可以用写下来。我个人是喜欢打出来的，因为我是视觉学习型，而且我要做记录，就会变成明年的其他人使用的材料。然后，所以我们就去要求，你可以先从2句话开始。有些人不习惯录音，不习惯，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这说实在话，前期的那个启动很不容易，因为习惯养成很难嘛，对吧？你要改变你整个但是要维系它，或者说被打断，出国玩、旅游、时差、生病怎么样？要恢复，那也是一个挑战。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飞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往前走的过程中，你一定会渐渐的失去力量，你会忘记你的初衷，你会走不下去，会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神就一起就设计说，除了每6周，然后每7周会有1次见证聚会。好，见证聚会有2种，一种是网上，一种是面对面实体的。然后当地的 local 的，我们就来到这，我们会分享神怎么在这7周里面说话，我听带领我，引导我，让我怎么样做决定，或者是怎么样鼓励、安慰、造就，对吧？第2个就是我的祷告怎么，神怎么回应，我们来分享，透过分享我们彼此激励，然后这个见证都是要录起来的，因为有某个部分的弟兄姐妹是在其他时区，他们看不见，所以透过坐下来录影的，他们也可以同得造就。已经我想大概有快3年了，到今年11月就满3年，然后就慢慢的，那我觉得弟兄姐妹并不了解说，知道自己去参加这个见证聚会的重要，因为你一旦停止参加见证聚会，就每7周你要重新提醒动机，重新补充能量，重新被激励。我觉得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实在话，不是所有人都跟得上，真的。其实你要去问你们教会每日读经祷告的比例啊，对不对？曾经有同工就说，为什么不用规定呢？规定啊，对不对？我真的几年下来，我发现一件事情，你是规定不了。为什么？灵修这件事情就好像在祭坛上面，你要献，对不对？献祭不是甘心情愿的祭，神不是不悦纳的。对，所以真的到最后，我只能说，你可以鼓励，你可以示范，你可以带领，但到最后真的是，最后就是我们只能帮助那些愿意往前走的人，那些不愿意的人，真的常常为他们祷告。对啊，他们的时候还没到，但我觉得神也是很多的安慰与鼓励，因为在我们去到温哥华，就派了一个弟兄，我的弟兄完全不认识他。就来我的面前告诉我说，神对你有奇妙的旨意哈。他说他看见你拿着一个火把，然后那个火把看起来火力很小，然后你也不知道拿着不知道要怎么办。后来呢，你就觉得火呢有这个有带领，
有风的带领，然后你就跟着那个火把，然后渐渐去敲一些门。有些人呢根本不开门，有些人开了呢关起来，有些人开了以后把他的火把熄掉的拿过来，让你可以把他火把点上。然后呢，慢慢越来越多人从他黑暗中的家门走出来，然后慢慢这个黑暗的街道，慢慢的因为你那个行进的军队越来越强盛，然后呢就围成了一个当地的祷告的祭坛。后面重点呢，他说如果有人拒绝，说你不要泄气，神看重那些愿意的人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是完全是3年前我们那时候去，他就给我这些话，我一直到3年多后，还好我是个记录控，你知道吗？什么都写下来，就回头看着那当年我根本不知道是在说什么东西，安慰到几年后的我，到现在我不敢放弃，我也不能放弃，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不放弃，我一直都这个是我的bottom line， 让我不要挫折。你要看你这个人今天是放弃，然后不断的人落队。你说实在话，你要是等着他们给你按赞答回应什么，你才走得下去，你早就走不下去了，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神对我个人的操练，就是别人都不走，你走不走；别人都不往前，你往不往前。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就透过这个阳光跟河水给我很清楚的鼓励。他说，阳光不是因为有人能够回报他什么，他才照亮别人；河水也不是因为他留给谁滋养了谁，能够给他回报什么，所以他滋养他们。因为他们是阳光，因为他们是河水，所以他滋养他们。我觉得常常要提醒我自己，真的，我今天做这些，这本来就是我的本分。箴言12章是，对啊，我们要敬畏神，要遵守神的诫命，这是人的本分，只是本分而已。我只不过在尽本分，哦，所以就没有那些，但不容易啊哈！我在上下，因为我认为哈，一个这个事工的成功，不在于人数，不在于人数。你如果把那个在于人数，那我们跟这个施洗约翰跟他的门徒有什么不同？这些人都去追随耶稣了，对不对？那没有人追随我们，那我们的人都跑了，对不对？你如果这样看，你就不能真正的成功是我跟耶稣的关系，如果是坚定的，它本身就是成功，对不对？剩下谁愿意一起走，那叫 bonus。只要我不放弃，我这个事工就成功，因为我在顺服神嘛。让神他最近在不断的迫切的，哇天哪，真是奇妙！就是神透过这个要做的工作是我无法理解的。要求我，当然也是我的祷告。我说主啊，这个 COVID-19 对不对 ？Pandemic 这个流行病，我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说实在话，我能做的很有限啊。我也是力量不起，要求我开始就是自己录自己的见证，分享见证，然后也鼓励大家一起能够自己对网络上做见证，变成一个习惯跟带领。好，那这对我而言是挑战，就是下一步的挑战。我说实话，纠结了很久。拖拉到一个程度，神就催促我，那我就好吧，就挤出了第一个，好，叫做被神。你怎么知道这个带领是出于神？被神感动带领的8个征兆哈，第1节，然后我知道这是第一个，一定不会完美，没关系，我还是蛮感恩的。你看，其中一个就是环境的配合，你说有人来邀请你，有谁给你机会，让你开始去往那个方向走哈，就好像某个人。对不对？远东广播公司就在这个代理的当中，所以我就乖乖的听话，乖乖的顺服，因为这绝对是神的安排，我就是没有说不的空间哈。我当然有纠结，但是就再一次就是操练自己顺服神，是一生的功课。我真的很感恩呢，就是能够咱们这么跨越网络，这样跨越时空啊，可以真的是这么说，你的还有时差呢嘛，对吧？我们就可以，其实就像你说的，神早有预备，神早有安排，然后呢，来安排这样的一个就是在网络上的传福音。那如果你开始了这个网络传福音的，就是你来讲见证的这样的这种小的板块呢，我也很乐意帮助你我们可以一起来在远东广播哈，来可以让大家都受益啊。而且我也相信，就是实际上神给我们开了更大的门，让我们走出去。
不是被这些围墙教会呀，或者是我们所认识的这几个人来局限啊。而你自己的见证可以看到神实在是使用我们这一小群人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怎么样不要以自己的小以自己说我就是个小孩子，我就只有那个5饼2鱼，然后我就停手了。我们只要做的就是掰开饼分出去就好了。我们只是递过去，递到别人的手里，而本身真正的这个饼这个鱼它怎么出来的，那是神，对吗？不是我们，所以我们不用紧张，我们也不用着急。好。